陽系總共有多少顆衛星？哎，這個問題你是不是也好奇？這期視頻我就來帶你們挨個數一數。如果不算地球的人造衛星，那麼截至2026年8月，太陽系8大行星周圍一共運行着456顆已經確認的天然衛星，水星0顆，金星0顆，地球1顆，火星2顆，木星115顆，土星293顆，天王星29顆，海王星16顆。更誇張的是，這456顆衛星的分布極不均勻，水星、金星、地球和火星4顆內行星加起來只有3顆衛星，而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和海王星4顆巨行星卻控制着剩下的453顆，其中僅土星1顆行星就擁有293顆衛星，比其他7顆行星加起來還要多。你土星叔叔依舊強制愛這一塊。我們先從水星開始逐漸往外看，水星是外表最像衛星的行星，但自己卻沒有任何衛星。這水星也太水了。我們直接看下一個，金星，它同樣沒有衛星。有科學家提出過，早期撞擊可能曾讓金星制造出過衛星，但後來的潮汐演化或者金星異常的逆向自轉，最終讓衛星墜落或逃離了。沒辦法，金星它自己把握不住。重點來了，地球雖然它只有1顆衛星，但它卻改變了整顆行星。地球只有1顆月球，但它絕不是一顆普通衛星。月球直徑約3474公里，相當於地球直徑的27%左右。它的引力塑造了海洋潮汐，也幫助抑制地球自轉軸的大幅擺動，使地球長期擁有相對穩定的季節和氣候。它還是人類唯一親自踏足過的地外世界。因此，地球衛星系統的特別之處並不在數量。我們只有1顆月球，但這顆月球參與塑造了海洋、氣候、生命節律，甚至整個人類文明對時間的理解。火星擁有2顆衛星，火衛1和火衛2。與圓潤龐大的月球相比，它們更像2塊被火星暫時留在身邊的太空巨石。火衛1平均尺度只有20多公里，火衛2更小，最大跨度大約15公里。它們质量太低，引力不足以把自身塑造成球形，因此都呈現不規則的土豆狀外觀。它們表面黑暗，外形類似小行星，因此一種觀點認為，它們原本屬於小行星帶，後來被火星捕獲。而它們的未來完全不同，火衛1正在以每100年約 1.8 米的速度接近火星，大約4-5千萬年後，它可能直接撞上火星，也可能先被火星潮汐引力撕碎，形成一圈短暫的行星環。所以火星的衛星系統並不是永恆的。繼續向外，衛星的數量第一次發生爆發。木星目前擁有115顆已確認衛星，其中大量外側衛星體積很小，軌道傾斜，甚至反方向繞木星運行。它們可能是被木星捕獲的小天體，也可能是更大天體碰撞後留下的碎片家族。但木星衛星系統真正的核心是伽利略在1610年發現的4顆大型衛星：木衛1、木衛2、木衛3和木衛4。距離木星最近的木衛1是太陽系火山活動最強烈的天體，它擁有數百座火山，部分噴流可以上升數百公里。木衛1、木衛2和木衛3還構成了著名的4:2:1軌道共振。木衛2，它表面被明亮冰層覆蓋，大量證據顯示，冰壳下面可能存在一片覆蓋整顆衛星的鹹水海洋，其總水量可能達到地球海洋的2倍左右。木衛3則更加龐大，它是太陽系最大的衛星，直徑甚至超過水星，也是太陽系唯一已知擁有自身磁場的衛星。最外面的木衛4表面布滿古老撞擊坑，像一座保存了數十億年太陽系歷史的巨大檔案館。所以木星周圍並不是115顆相似的月亮，而是幾乎把一整個太陽系的星球環境壓縮在了自己身邊。接下來就是太陽系當之无愧的衛星之王——土星。土星擁有293顆已確認衛星，這個數字甚至比其他7顆行星的衛星總數還多130顆。不過，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形狀不規則的小碎片。近年新確認的許多土星衛星直徑可能只有1至3公里，運行在遙遠、傾斜且不規則的軌道上。但土星的293顆衛星中，也有真正的行星級世界，最重要的一顆是土衛6，泰坦。
泰坦比水星還大，是太陽系唯一擁有濃厚大氣層的衛星，也是除地球外唯一確認表面存在穩定液體河流、湖泊和海洋的天體。只不過，泰坦表面的液體並不是水，而是甲烷和乙烷。另一顆關鍵衛星是直徑只有約500公里的土衛2，它體積不大，表面卻明亮的幾乎像一顆新鮮雪球。卡西尼號發現，土衛2南極的虎紋裂縫不斷向太空噴射水蒸氣、冰粒、有機物和鹽類，其海底還可能存在熱液活動。土衛2因此成為太陽系中尋找地外生命最重要的目標之一。土星環和衛星之間也息息相關，有些衛星會從環中吸積物質，形成類似飛碟、餃子或核桃的奇怪外形；另一些衛星碰撞產生的碎屑，又可能重新補充行星環。天王星被稱為29個側躺着運行的文學世界，因為天王星的自轉軸傾斜接近98度，整顆行星幾乎是橫躺着繞太陽運行。它的主要衛星又大多沿着天王星赤道平面公轉，因此整個衛星系統也像一張被豎起來的唱片，側躺着穿過太陽系。那文學世界這個詞又是怎麼來的呢？其他具行星的衛星通常取名自希臘、羅馬或北歐神話，天王星的衛星卻主要來自莎士比亞與亞歷山大蒲伯的文學作品。天衛3叫泰坦尼亞，天衛4叫歐貝龍，還有米蘭達、艾瑞爾、朱麗葉、奧菲利亞、戴斯德蒙納也都來自文學角色。天衛1擁有5顆主要衛星中最明亮，可能也最年輕的表面，遍布斷層谷和疑似冰質物質流動留下的痕跡。天衛5表面卻像由不同世界的碎片拼接而成。截至今天，唯一近距離飛越過天王星及其衛星的探測器，仍然只有1986年的旅行者2號。我們現在討論的許多地貌，只來自一次持續時間非常短暫的掠過。所以，天王星的29顆衛星，或許是太陽系中最被低估的一組世界。最後就是海王星，它擁有16顆已確認衛星，數量並不算少，但它的衛星系統卻截然不同。海王星周圍只有一顆衛星佔據絕對統治地位，海衛1特里同。海衛1幾乎包含了海王星衛星系統絕大多數質量，而且它沿着逆行軌道運行，也就是朝着與海王星自轉相反的方向公轉。這幾乎可以證明它不是在海王星身邊形成的。海衛1的到來可能給海王星原有衛星系統帶來了一場滅絕。剛被捕獲時，海衛1的軌道可能非常偏心，會反覆穿過舊衛星的運行區域。它巨大的引力足以擾亂、拋出甚至撞碎海王星原本的大型衛星。今天那些靠近海王星的小衛星，可能是在災難後由殘餘碎片重新聚合而成的第2代衛星。也就是說，海王星的衛星不是一個完整保存至今的家族，它更像一片災難現場。而海衛1就是那個闖入原本衛星系統的外來巨物。那些靠近海王星的小衛星，或許是幾個被撞碎的冰世界重新拼合後的殘骸。所以，從水星到海王星，太陽系的衛星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模樣，並且456顆衛星這個數字也不是固定不變的。隨着觀測能力繼續提高，456顆遲早還會變成一個過時的答案，因為8大行星的位置早已被人類確定。但圍繞它們運行的那些世界，我們可能至今都還沒有數完。